今天分享一部鲜为人知的赛博朋克漫画神作，气质比肩红辣椒、穆赫兰道、盗梦空间，通篇看完后劲刺骨。它口碑极高，见过它的读者无一例外高分赞誉，却受题材束缚，没能广泛流传。在这个世界里，葡萄糖不再被限制，情绪药剂被公然普及，世人依靠药物操控喜怒哀乐，借此逃离枯燥平庸的生活。一名沉溺嗑药、浑浑度日的男子，机缘之下拿到了来历不明的秘药极端天堂。服药之后，时空颠倒，虚妄幻境不断涌现，现实和梦境彼此纠缠交织，主人公被困在自我意识构筑的循环里。人人向往的天堂幻境，本质是摧毁心智的炼狱。漫画画风凌厉炸裂，内核设定暗藏深意，整体全程意识流叙事。接下来，我最大限度忠于原著，完整万字解说小池贵一极端天堂。浩瀚无垠的深空之中，一座庞大的环形太空站正在被无数陨石如同暴雨般袭来。通道内，两名男子正在狂奔求生，陨石穿透舱壁，火光与碎片在他们身后狂轰滥炸，整个太空站瞬间沦为炼狱。命悬一线之际，其中一人眼神一定，直接掏出一只类似注射器的装置，歇斯底里地吼道：“注入了话语，而这种药剂根本不是普通的药剂，这是专门在精神极度疲劳时给大脑提供最狂暴的能量补给。”轰的一声，陨石雨疯狂轰炸着太空站，而镜头前这两名身穿宇航服的男子却瞬间摆好了绝妙的动作，亮出手中的药剂。很好。随着导演一声喊停，刚刚那场惊天动地的太空浩劫、毁天灭地的陨石风暴，竟然全都是在绿幕影棚里拍摄的广告效果。导演忍不住夸赞道：“果然还是真人演员好啊！”和同伴寒暄道别后，他走在片场走廊上，看到一个诡异而巨大的水晶意象突然凭空绽放，爆发出耀眼刺目的异光，直接将他整个人照了进去。当光芒褪去，当男人的眼神瞬间恢复清醒，刚才那水晶意象居然是幻觉。周围的同事在这个时候都招呼他去喝一杯，他有些脱力的摆了摆手，回绝说自己得休息一下。话还没说完，走廊深处再次闪烁起诡异的几何光芒，他瞳孔猛地收缩，眼睁睁看着一只散发着神圣气息的药剂再次凭空凝聚在他的指尖。这是写着静脉温泉的针剂，他没有丝毫犹豫，熟练地将药剂推入手臂。一瞬间，无形的温热蒸汽充满了整个房间。这一次的注射效果等同于温泉疗养，并且持续整整24小时。就在这一刻，电视屏幕里插播起广告：当您想使用致幻剂时，不妨考虑静脉温泉，爱信制药，让梦想变成科学。原来在这个世界，药物已经合法化了，情绪药品随处售卖。随后电视啪嗒一下直接被关掉，画面则来到一个邋遢的房间，这里满地都是空酒瓶和烟头。一个男人在沙发上躺着，他叫卡布，他不是什么星际战士，也不是什么帅气男主，而是一个面色惨白、满眼血丝、几乎被掏空了身心的宅男。一觉醒来，窗外已经是傍晚，他颤抖的手从一堆废弃物里翻出塑封袋，里面只剩下最后一颗小小的药丸，写着彼得潘。在他剧烈的咳嗽中，依旧继续着疯狂行为。随着药效在体内炸裂开来，整个房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他瘫坐在沙发上，静静等待着下一次虚幻与现实的交织。没多久，药物便让他整个人亢奋起来。他一把抓起衣服，甚至来不及扣好纽扣，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冲向窗台，对着霓虹闪烁的城市狂乱的尖叫发泄。此刻的他需要清洗，不只是外表需要洗涤，还有那被药物搞得一团糟的神经也需要清洗。巨大的全自动洗体机轰鸣着，将他整个人死死锁在机械与水流的漩涡里。狂暴的漩涡疯狂旋转，洗去污垢，换上外套，整的是神采奕奕。而后卡布推开门，再次走入这片被霓虹与药物广告充斥的赛博夜色。这里的街角贴满了处方签与西斯站的招牌，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堕落气息。而他的目的地是深巷里一家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酒吧。在这里，脸色阴郁的男人端着酒杯，眼神里全是杀机。他向熟人倾诉着心底最阴暗的怨恨。公司的讨厌鬼把他儿子逼进了监狱，所以导致他的反社会情绪非常严重，以至于他有想要炸飞整个会议室的疯狂念头。他抱怨自己是个容易被利用的软蛋，抱怨这该死的人生为什么总让他受伤。对面的酒保则面无表情，眼神冷得像冰。他没有劝解，只是默默调配出一针特制的血清药物，据说这能补足人体缺失的血清素，瞬间压制悲伤与暴露。男人毫不犹豫地将针头扎进血管，可这仅仅只是开始。隔壁的客人发出了嘲笑，说着那玩意儿太温和了，赶紧给我来个更猛一点的货。
在同伴的打趣和诱惑下，二人同时进行注射。那一眨眼的功夫，男人的面部开始剧烈抽搐、扭曲，原本充斥着悲凉与绝望的眼眶里，逐渐被一种病态的膨胀感填满。神经在狂欢，大脑在呐喊。原来如此，那些家伙需要我，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担起这样的重任？我是必要的。他站起身，眼眶撕裂般瞪大，眼泪与疯狂的笑容交织在一起。他疯狂地向全场举杯，欢呼着这个美好的夜晚。一针药剂不仅改变了酒精的味道，更彻底改写了他的自我认知。但这种救世主般的幻觉能维持多久？酒保神色冰冷，看着这些早已经有了抗药却依然疯狂买单的顾客，只是告诫着酒鬼们要休息一段时间，而酒鬼们只是淡淡说：抗药性，那是说明剂量还不够多，来个双倍不就是？就在一众人还沉浸在自我满足中，门铃响起，那个洗心革面的男人卡布来到了酒馆，就点了2个最贵的药剂。刚才还有说有效的氛围瞬间被他鲁莽的行为给打破。此刻中年人正咬牙切齿地指着角落里的年轻人挑衅，他嘲笑年轻人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的耍帅，他实际上就是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穷光蛋。但下一秒，年轻人缓缓转过头，朝他脸上吐出一口浓烟。中年人恼羞成怒，想要动手，同伴连拉带拽才将他劝住。卡布则告诉酒保，这2人的账他付了，这地方规矩森严，也不好动手。被挑衅的2人找了个借口，便灰溜溜地走了。酒吧重新归于死寂。于是卡布就一边注射，一边和酒保讨论起他的童年。小时候，他最期待每周唯一的电视节目，每次开播前都会兴奋地上跳下窜。有一次因为过度亢奋，他竟在开播前昏睡过去，等醒来时，节目早已结束。那种眼睁睁看着最真实的东西从指缝溜走的绝望与悔恨，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而现在的每一次的注射，都在重演当年的绝望。还没等他说完，极度的亢奋突然被一股强烈的反胃感撕碎，他的瞳孔剧烈收缩，冷汗瞬间打湿了额头。你配给我的不是我要的东西。是的，没错，酒保私自给他注射了廉价药物，因为这个酒馆是出了名的保护顾客，顾客在这里会拥有绝对的安全剂量。年轻人暴怒的拍案而起，将整整1沓现金砸在吧台上，把它给我，我有的是钱，我能把这间酒吧租下来一整天。他疯狂的叫嚣着，甚至搬出酒吧必须配备专业执照、药物许可证，逼迫酒保就范。但老酒保只是冷冷地俯视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瞳孔不稳，指尖颤抖，颈部发紫。你之前刚注射过彼得潘吧？老酒保一字一顿揭开了最残忍的真相。你点的这个贝吉拉和彼得潘混合使用，会直接干扰胆碱酯酶，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猝死。想自杀请便，但别死在我的店里，一旦出人命，这里就会被强制停业。这段话字字诛心，把年轻人仅存的尊严和狂妄砸得粉碎。年轻人虚脱般瘫倒在吧台上，双手死死抱住头。他此时此刻无比想要贝吉拉，甚至把身上所有钱都掏了出来。他哀求着老酒保，而老酒保则依然面无表情地插着杯子，冷冷地接过了话头。狂欢过后，留给这个时代的只有残余的灰烬。你们爬过垃圾，吃着垃圾，垃圾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垃圾处理厂。但看起来你似乎并不甘心就这么当个垃圾。说到这，老酒保眼神一凝，从柜台下缓缓拿出一只造型诡异的注射器，重重扣在桌上。这是我独创的特别特调，星星快车，祝你好梦。话音刚落，卡布便迫不及待地刺入。身体内一滴液体悄然融入血液，犹如平湖中砸入一颗陨石。年轻人的瞳孔骤然放大，眼前的世界瞬间崩塌重组。上一秒还是无数张狰狞可怖的面孔朝他逼近，掐住他的脖子，叫嚣着要将他碎尸万段。下一秒，那种令人窒息的疯狂扭曲到了极致，他在痛苦中抓挠着自己的脸，甚至恨不得把这副肮脏的皮囊彻底撕碎。该死，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垃圾，快给我消失吧！他在幻觉中疯狂咆哮，拼命推开眼前的空间。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彻底坠入地狱的瞬间，轰！一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炽热强光猛地在无尽黑暗中爆开。没有废墟，没有痛苦，没有可恶的垃圾，只有浩瀚无垠的宇宙星辰在他眼前疯狂舒展。他的身体仿佛脱离了重力的束缚，赤裸地漂浮在无边无际的银河之中。无数精致如冰晶般的雪花在
心海中盘旋绽放，多么美丽！哈哈哈，多么美丽啊！他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泪水混杂着狂笑喷涌而出。这根本不是什么神仙幻境，而是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年轻人的意识正在被药物暴力的撕成碎片，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海水淹没头顶，融化的面孔在泥潭里哀嚎：坏掉了，我要坏掉了，谁来救救我？深渊深处，长满眼球和獠牙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爆发出直冲灵魂的绝望尖叫。有在这绝望尖叫中淡出婴儿的啼哭，哭声哭到撕心裂肺。那些被他遗忘、压抑的记忆，伴随着核爆的巨大轰鸣，在脑海中轰然炸裂。而后，他死死按住头颅，冷汗如雨下。在极度的痛苦与震撼中，他终于看清了那个在宇宙尽头狂笑的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没有浩瀚的星空，没有无尽的银河，现实中的他不过是像一条死狗一样，狼狈地瘫倒在酒吧冰冷狭窄的洗手间里。所谓的宇宙奇观，不过是厕所里的一幅装饰画罢了。他在狂笑中流下眼泪，这种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极端快感，如同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胆寒又让人上瘾。酒吧围观的酒客嗤笑调侃，又是个在酒吧拿性命找刺激的疯子，真是搞不懂这些疯子为什么不去药吧，只要倒地，立马就会有医生给你做心肺复苏和解毒操作，为了体验濒死感，连命都不要，真是个疯子。当年轻人推开洗手间大门走出来时，他的眼神变了，那股歇斯底里的癫狂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如释重负的清醒。老酒保一边擦着杯子，一边淡淡地看着他，感觉怎么样？脚底打飘了吧？这一针我不收你钱，因为它就像腮腺炎，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哪怕你再来一针，也绝对做不出同样的梦了。年轻人愣住了，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我明白了，你不收钱是想告诉我永远别再来了，对吗？老酒保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注视着他。年轻人识趣地转过身，推开门，重新步入那片漆黑而冰冷的都市深夜。自杀倾向、频繁使用违禁药物的恶习，还有亚健康的身体。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内，两个神秘人把男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打印出来做成档案，微笑着说：这堪称无可挑剔的素材，就让我来指引你踏上通往天国的阶梯。在这座冷酷的都市里，他又捕获到了一个新的猎物。可能是昨天太嗨了，此时的卡布居然一反常态打扫起卫生来。不一会儿，一阵闹铃声打破了他的自律。推门一看，一个打扮前卫的小美早已等候多时。你到底在干什么？大扫除吗？女人懒洋洋地调侃着。年轻人只是低着头，机械地收拾着地上的废品，切，尝了点好处就以为自己能重新做人了。小美嘲讽地扬起嘴角说：这些东西只会让你一直在原地打转。而她这一次的到访只是由于四周有卫生官不断的巡逻，只能换个地方体验最新产品曼陀罗装置，这个号称能让意识在内在的进化的神奇装置。随后小美便轻车熟路地贴上葡萄糖，带上头戴设备。卡布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吐槽着：这群家伙光是活着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怎么还想着要进化的事，真是不可理喻。就在这时，门铃再次响起，一个留着朋克头、戴着墨镜的怪异男子推门而入。怪人一边吐槽着房间的乱象，一边又熟练就坐到女人身边，看着这小美有几分姿色，便想上手开油。而卡布冷冷的警告：别碰她，她现在全身心都在冥想呢。朋克男咧嘴一笑，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你前段时间差点就死了，对吧？那两种药混合在一起的话，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无法再进入那种状态。不过你应该心庆自己，这样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转头就又给了点葡萄糖给到男人，怎么样？有个随身带糖的朋友，不错吧？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把药看得比朋友还重。外面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只会把朋友当成拿药的踏脚石。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你放心吧，你要是死了，我陪你一起。朋克男拍着胸口，笑得肆无忌惮。随后两人相对而坐，倒数3秒，同时进入新世界。下一秒，难以置信的异象爆发了，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他们体内轰然炸开，两人的意识瞬间抽离了肉体，在极度的亢奋与幻觉中，他们的灵魂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疯狂翻滚、跳跃、飞升，时而冲上云霄，时而跨越星辰。
哇，我刚刚去了一趟月球又回来了，我刚刚还绕了地球一圈呢。他们在虚幻的幻象中狂笑狂呼，仿佛自己已经掌控了整个宇宙。但欢愉的顶峰过后是无尽的空虚与瘫软。当两人重重地摔回地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时，朋克男死死盯着躺在地上的男人问：你告诉我，你濒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听说人直面死亡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出一种终极物质。卡布没有回答，他的脑子里只有心电图般微弱而剧烈的起伏在空气中震颤，而这段诡异记忆的源头瞬间拉回到了那个混乱的酒吧。畜生，是 PP， 这小子居然在我的店里混用 PP！ 酒吧老板愤怒的咆哮打破了平静，倒地的客人，尖叫的人群，慌乱的针管，快把他鞋脱了，按摩他的手脚。酒保立马冲过去做心肺复苏，卡布却在一片死寂中不断抽离，没有剧痛，没有恐惧，他的灵魂脱离了肉体，飘升到了半空。他就这样俯视看着倒在地上的自己，看着周围手忙脚乱的抢救人群。朋克男吐出一口烟雾，冷冷地追问：你这是灵魂出窍吗？男人苦笑着摇了摇头。很可悲吧？我以为自己濒死能看到什么特别的，但没有，我只是昏过去了。但在脉搏恢复的那一刻，我隐约记得我飞到了一个远得出奇的地方，那是连绵不绝的万丈冰峰，是冲破云霄的崇山峻岭，是翱翔于天地间的巨鹰，是跃出水面的游鱼。他的灵魂彻底摆脱了这具肉体，化作了风，化作了光，在这片绝美的天地间无拘无束地穿梭，直到电除颤仪轰然压下，强烈的电流瞬间将他的意识撕碎，脉搏恢复了，快给他输氧。在一阵狂欢和欢呼声中，众人围着抢救成功的男人高声庆祝，可只有卡布自己知道，他刚刚从那个绝对自由、绝美至极的天涯海角被硬生生地拉了回来，他又傻乎乎地回到了这个冰冷恶俗的老窝。朋克男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听不出半点喜悦。要是你留在那边，我和你可就再也说不上话了。那么我现在先送个东西，等有好东西我再回来。说罢便起身要离开这里。当朋克男离开没一会儿，原本倒在沙发上的小美突然开口，说自己已经升到了第4层。风言风语的，她说自己能看到男人全身的血管，就像蓝色的火焰一样，太漂亮了。小美一边说着，眼泪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哭泣，但这种环境让男人非常的压抑。她想离开这里，去到刚才描述那绝美至极的天涯海角里，那个地方没有罪恶，没有欲望，只有无边无际的雪山与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房间外面，霓虹灯闪烁的城市里，一个包着头巾的流浪汉站在桥头，呆呆地注视着繁华的夜景。突然，2名身穿制服的卫生局官员悄无声息地逼近，警棍狠狠顶上了他的背。这位先生，例行检查。流浪汉被捅得嗷嗷大叫，拼命挣扎地说：我什么也没做，我没违法。但谎言骗不过专用探测仪器，仪器显示你过去的6小时内喝了药物饮料，12小时内注射了镇定剂，你已经药物过量了。流浪汉慌乱地辩解，说自己只是吃了点其他药物，可能是检测有问题，甚至企图用各种谎言蒙混过关。但卫生官不听任何解释，冰冷的手铐瞬间扣上了流浪汉的手腕。面对即将到来的强制收容，流浪汉终于崩溃了，歇斯底里的大喊：我想起来了，我还吃了别的，巴拉巴拉和报菜名一样报了出来。听到这里，卫生官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在电子终端上快速敲击着。原来如此，由于药物滥用导致头脑混乱、记忆丧失，这种情况算是精神类疾病了。虽然你不用去所里，但你得拿着这条子去卫生局接受治疗。要是敢无视，就强制住院。听我说，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多保重。随后，警车绝尘而去，留下流浪汉一个人握着处方单，呆立在寒风中。其实卫生局他们并不关心普通人的死活，只关心指标、规则和掌控。只要被定义为有病，就能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官方的强制管理或疗养体系中，而小人物只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而已。被逮住的流浪汉坐在长椅上，久久不能平复，他死死抱住头，嘴里不断咒骂着那个该死的卫生官。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却发现旁边有个带着奇怪感应器装置的年轻人。哎，兄弟，你坐我旁边是因为你能看到什么吗？年轻人说：是的，确实是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东西，所以我才坐了过来的。接着，流浪汉把帽子一摘，说自己脑门上也有一样的装置。他告诉这个菜鸟，这东西一旦戴上这玩意儿，自己对周遭环境没有任何警戒心，而你就这么毫无防备的上街，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小伙子。话音刚落，两人的精神感知被强行连接在了一起，庞大的精神威压瞬间化作无边无际的狂暴风雪，将小伙的意识彻底淹没。在漫天风雪的极寒之中，小伙的面孔变得极度扭曲。转眼间，小伙起身逃离了这里。
而流浪汉也继续戴上帽子伪装自己。就在缓神的功夫，他就看到浑身冒着光的卡布走过自己面前，镜头一转，就来到了无比豪华的商城内，成千上万的人正像机械齿轮一样，在无数层环形通道里的行走盘旋着。喂，危险！你克得这么凶，还敢靠近护栏，不要命了呀！前段时间就是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位置，我一个飞行员朋友就是这么把脑子摔成了一盘巴西炖菜，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食物，结果害得我现在去餐厅都不敢点了。寒暄完后，二人一前一后走进酒吧，刚坐下，卡布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起来，听说黑市上出了一种新型致幻剂，比彼得潘强效数倍。原本制药公司想拿它治疗成瘾疾病，结果阴差阳错变成了最可怕的魔药。卷发男笑了笑，这都是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但卡布却是很认真地说，如果这是真的，自己愿意做第一个试药的小白鼠，只要他能再带我看到一次美妙的梦境，死又算什么？卷发男被他的疯狂吓了一跳，你疯了吧？听说那玩意儿已经闹出人命了。可卡布只是冷笑，自打药事法修正案通过后，人们就靠着药物来逃避现实，但这不过是人类自己骗自己的谎言。游戏、电视，甚至所谓的感应装置，哪一样不是让人上瘾的剧毒？大家都在嗑药，你又装什么清高呢？卷发男叹了口气，你真的很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和你一样是个固执的好人。卷发男回忆起那天，二人也是在这里喝着酒，平时一向低调的他，那天却像个梦游者一样，神情恍惚。卷发男当时还关切地问他，你今天怎么了？看上去魂不守舍的。结果他缓缓抬头问，今天是几月几日？3月8日啊，怎么了？与此同时，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度恐惧，整个人颤抖起来。不，8天了，我已经连续8天都在做同一个梦，真正的我其实还在沉睡，现在的这一切不过是在梦里重现的过去。卷发男以为他在开玩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兄弟，你玩过头了吧？他指着窗外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你看那个男人，他马上就会走进这家店，坐在离吧台最远的椅子上，然后摘下眼镜。话音未落，酒吧大门被一把推开，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竟然真的直直走了进来。他步履机械，一步一步走到吧台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随后伸手摘下了眼镜。所有的动作，每一个细节跟他预言的一模一样，精准的让人窒息。这一切还是梦？喂，等等！还没等爆炸头反应过来，那个男人就像一只即将离巢的鸟，纵身一跃，从几十米高的大楼露台上跳了下去。危急关头，爆炸头一个箭步冲上前，整个人扑倒在露台边缘，死死拽住了男人的裤脚。即便是这样，男人脸上没有任何恐惧，嘴角甚至勾起一抹笑意。我不会死的，我会从梦里醒来的。咔嚓一下，他朋友就这么坠机了。说完这一切的爆炸头转过头一看，卡布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话音未落，卡布笔直地朝天井底部坠落下去，只留着爆炸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坠落在他视线的尽头。天井底部的玻璃穹顶上映照着天空与云彩，你看是梦吧？下一秒，玻璃穹顶的倒影开始扭曲，虚幻的天空瞬间碎裂，窗外清晨的鸟鸣声突兀地响起。卡布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浑身大汗淋漓，重重地喘着粗气。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他颤抖着接起电话，喂。电话那头传来了朋友小美熟络的声音，问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一番整理后，便来到了公园，看着卡布过来，便说等下闲聊的话多了，口可是会渴的。便说你坐这等我一会儿，我去买2杯喝的，咱坐下来好好聊聊。可能是太久没有见阳光的缘故吧，男人屁股还没坐热，脑袋就开始发晕起来。恍惚之间，他觉得人群之中有个男人会朝他走来，并且是个药贩子，随后和我搭话，卖给我东西的。没想到这人还真走了过来，说看你难受的样子要跟我走，我给点葡萄糖给你治治低血糖呗。但是卡布也很有防备心，为什么就觉得自己不是便衣？流浪汉打趣道，就你走路的拖沓声，2里地都能听到响，便衣哪里会有你这样的？接着流浪汉说自己有一颗来自大使馆特制的药，但卡布怎么知道这药真的还是假的？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声。流浪汉也不含糊，指着地面，我不介意你先用后付，先试试看呗。卡布死死盯着那片小小的纸片，眼神里的警惕与渴望疯狂交织。喂，大叔，如果你只是想迷晕我的话，我告诉你，我身上可是没有钱的。见卡布疑心病这么重，流浪汉便来个欲擒故纵，你爱买不买的，你不想要
要，我给别人去。卡布面对流浪汉夸下的海口，不免得有点动摇。你说不爽不要钱是吧？反正也吃不了亏，真要是爽到了的话，我一定付款。说罢便撸起袖子，把那东西贴到了手臂上。哎，半点动静都没有。流浪汉看到他这样，就像赶苍蝇一样，去，赶紧给我到公园散散步，溜达一圈再回来。卡布还真以为自个捡了便宜，大摇大摆转身就走，还说万一老子一去不回，直接跑路了呢？大叔又能奈我何？可他哪知道，流浪汉听到这也不生气，你一定是会回来的。卡布想也不想的往同伴的方向走去，都快走到了，还没反应。不是吧？还真给我葡萄糖治疗低血压？什么特制药？这他妈的就是葡萄糖！还好自己没被骗，脑子这么一想，猛地就嗡了一下，不对劲了，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发抖，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脑子里嗡的一声全乱了，手刚搭上树干，恐怖的错乱感直接顺着指尖炸开。这真不是葡萄糖！卡布扶着树干疯狂喘息，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坍塌，同伴就在他的眼前，但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张开嘴巴呼叫。为什么自己会身处于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为什么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他慌了，脑海里不断闪回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惧感像潮水般将他吞没。他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动一下，整个世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故。他脚下一个踉跄，撞倒了路边的垃圾桶，那一瞬间，周围所有行人的脸突然扭曲变形，化作了一面面狰狞可怖的鬼神面具，无数双流着血泪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尖叫声、哀嚎声在耳边狂轰滥炸。冷静，一定要冷静，这都是药导致的幻觉。卡布抱头蹲在地上疯狂呐喊，试图夺回理智，可下一秒，脚下的水泥地面瞬间崩裂，而自己和地面接触的手竟然一起幻化为绚丽而诡异的花朵与触手。紧接着，整个世界彻底陷落，铺天盖地的怪异肉块和肉芽在空气中剧烈蠕动，地面化作了无边无际的手臂海洋，成千上万只干枯的手掌从虚无中伸出，疯狂地向他抓来。而在周围行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对着垃圾桶和空地疯狂挣扎尖叫的疯子。暴雨如注，雷霆轰鸣，他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绝望的虚无。狂暴的幻象在眼眶里炸裂，无数只密密麻麻的眼睛从皮下肆意暴涌，将他的理智啃噬得一干二净。当小美一把将他按住时，残酷的真相瞬间将他击溃。根本没有什么大雨，也没有什么雷暴，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这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春日早晨。而他正像个疯子一样，死死趴在粗糙的树干上，双手已经被异化的幻觉缠绕，鼻涕眼泪流了一脸，浑身早已被冷汗彻底湿透。你刚刚跑哪去了？怎么浑身湿成这样？同伴的质问像一把重锤打在他心头，他支支吾吾，根本不敢承认自己再次坠入了药物搭建的虚幻地狱。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疯狂地抚摸着树皮，试着否认，可越是想要逃避，那股可怕的幻觉越是如影随形。就在他极力掩饰的瞬间，扭曲的世界里，同伴的身体竟然异化成了一个脑花外露、全身布满巨眼的怪物，正居高临下地嘲弄他。你在说谎哟，我看你爽得都快升天了吧？才不是这样，我发誓。而在他的世界里，墙壁早已化作了无数蠕动喷涌的恶心触手，正将他死死缠绕。围观的路人指指点点，警笛声随后而来，两名巡警拔出警棍冲了过来。喂，你在树边干什么呢？卡布猛地回头，鼻涕眼泪混成一片，眼神涣散的像个死人。他试图狡辩，没什么，我只是手拿不下来了，真的没事。巡警冷笑着打量他，开心吗？看来你这小子没少磕啊，再笑一个呀，你不是很开心吗？快笑啊！巡警的嘲讽在他的幻觉里被无限放大。警官拔出配枪，露出狰狞的笑容，知道吗？我们可是卫生官，无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比如像这样就地清除。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卡布的额头，下一秒枪声响了。可是在卡布被彻底扭曲的精神世界里，子弹打在胸口和掌心，竟然迸发出了无比绚丽迷幻的雪花与光芒。周围的路人甚至还在鼓掌欢呼，哇，好厉害，这是什么？卡布看着自己被击中的身体，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的迷茫。可卡布竟然毫无痛觉，甚至面带傻笑地夺过了警察手中的枪，顶在对方头上。让我也试试看。扣下扳机，警察应声倒地，周围的围观群众瞬间炸开了锅，尖叫声、逃跑声响成一片。卡布手里握着枪，站在混乱的街头，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眼神里却满是无尽的空洞与绝望。不许动，丢掉枪，双手靠墙，立刻！
另一名巡警举着枪，脸色铁青，颤抖的枪口死死顶着卡布的脑袋。可卡布呢？他眼神空洞，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砰！卡布毫无征兆的抬手就是一枪，直接将巡警爆头倒地。2名执法人员转眼间全部毙命。卡布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枪，又看了看满地的尸体，神志不清的将枪口慢慢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咔嗒咔嗒，撞针空鸣，子弹已经打光了。就在这时，周围的群众终于反应了过来，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愤怒的人群蜂拥而上，他拼死推开围攻的群众，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在街道上疯狂推搡挣脱。他知道这一切还都是幻境，想要赶紧醒过来，可无论他怎么狂奔，怎么呼喊，这个世界依旧没有崩溃，幻觉的枷锁死死扣在他的脖子上。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流浪汉。哟，小哥，挺有精神的嘛。卡布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又像是看到了地狱恶魔，一把拽住流浪汉的衣领，暴怒地质问：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狗屁东西？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流浪汉却只是一脸云淡风轻的笑笑：前几天给你的，你这药件还没过啊？什么？好几天？卡布彻底懵了。流浪汉说：这效果因人而异，不过看样子还挺适合你的。虽然我知道那些东西和真的一样，别放在心上，这就跟宿醉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逃离这个噩梦的操蛋世界，那就继续下去。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印着漩涡图案的神秘药片。再来一片吧，这次依旧是先用后付。卡布死死盯着掌心里那枚仿佛能吞噬灵魂的漩涡药片，呼吸变得无比沉重。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不是普通的葡萄糖啊！而流浪汉则淡淡地说：它可以塑造出一个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梦，我管它叫做极端天堂。那么再见了，祝你好运哦。说完，这流浪汉和开了斯安威斯坦一样，出现重叠幻影的离开了这里。什么嘛，这药效到底有没有消散？如果连这也是梦，为什么鸡皮疙瘩会真实到让人发抖？还没等他喘过气，刺耳的警笛声瞬间撕裂天空，大批警车与防暴警察疯狂涌入现场，黑洞洞的枪口和警棍全部死死对准了他的后背。喂，那边的男人，把手放到脑后，立刻转过来！警察的厉声呵斥在耳边震耳欲聋。而此刻，卡布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疯狂的声音在蛊惑他：如果你想逃离这个噩梦，那就跳进全新的梦里吧！没有丝毫犹豫，卡布当着所有警察的面，猛地将那枚印着黑色漩涡的神秘药片拿了出来，贴在手背上，而后药片顺势掉在湖面之上。后面的警察在步步逼近，就在马上逼近的那一刻，药效彻底爆发了。轰！一架巨型客机从他头顶呼啸刺过，天旋地转，卡布的意识瞬间撕裂，无数个疯狂的面孔在虚空中重叠、咆哮、痛苦哀嚎。他的视线里，整个世界开始像水流一样疯狂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舍弃这个噩梦吧，去新世界，快跳吧！这股幻觉彻底抽干了他的理智。卡布眼球暴突，发出了一声极度癫狂的狂笑。他眼中原本举枪逼近的警察，脸上竟然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变成了一副极其荒诞滑稽的笑脸。快看，这还是梦吧！卡布仰天长啸，把手死死扣在脑后。他以为这只是一场离奇的幻觉，可下一秒，黑洞洞的枪口拉响了击锤，子弹瞬间穿透了他的头颅。没有梦醒，没有解脱，卡布的意识在剧痛中被猛地甩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泡泡世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空间里，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开枪杀人，被警察包围，爆头倒地，都变成了一个个漂浮的泡沫，在他眼前无休止的重演。就在这时，那些漂浮在虚空中的脑组织与身体器官突然剧烈抽搐，神经元在颤抖，肾上腺素在疯狂飙升，紧接着又是无数的科研和各种抢救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咔嚓一声，这个幻觉和泡沫构成的世界像玻璃一样瞬间碎裂。听得见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不停地询问着你。正在卫生局接受戒毒治疗，卡布猛地瞪大眼睛，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死死固定在了一台极其庞大的高科技装置上，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管线，根本没有什么枪击，没有什么杀人，甚至没有那个在街头疯狂逃窜的自己。所有的杀戮，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生死抉择，竟然全都是他在接受戒毒治疗时大脑产生的极限幻觉。就在这一刻，监测台前的助手失声尖叫，一切的屏幕上，卡布的大脑数据瞬间一片血红，他的神经元开始爆发式增长。医生们彻底慌了神，疯狂地敲击着控制台，将整整一排镇静药剂猛地推入了机器。
即使注射了剧毒级别的强力镇静剂，卡布大脑的异变依然根本压制不住。他们像吸血鬼一样疯抢能量，增长速度堪比胚胎，血液供给瞬间断崖式下跌，细胞开始成片枯竭死亡。这群神经元是想带着他一起自杀吗？等等，那是什么？他的大脑中心有什么东西在聚集？屏幕上，无数神经元突然朝着第三脑室疯狂蜂拥，它们在脑海深处相互缠绕、吞噬、重组，竟硬生生凝结成了一枚全新的神经核。主治医生死死盯着监控屏幕，额头冷汗疯狂爆流。第三脑室，那是大脑半球的最深处，通往天国之门被打开了。话音未落，卡布的意识如同超新星爆炸般轰然破裂，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无形的光束，带着无数哀嚎与窥探的眼眸，彻底挣脱了这台高科技肉体牢笼。他穿过虚无，穿过泡泡组成的维度壁垒，直冲向无边无际的意识高空。当他再次睁开双眼，冰冷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他竟然光着脚伫立在冰雪覆盖的万丈绝壁之巅，整座巍峨的大地就在他脚下延展。哟，小哥，欢迎回来！悬崖边，一个戴着军帽、满脸横肉的大叔正咧着嘴，对着他发出神经质般的怪笑。缓过神的卡布猛地从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窜了出来。岸边，那个流浪汉正抱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没有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医疗舱，没有那些发疯的医生，这里只是郊外一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河流。那个大叔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一边伸手将他拉起，嬉皮笑脸地调侃道：“小哥，你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呀！”卡布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眼珠暴突，冷汗与河水混在一起疯狂下淌。如果实验室是假的，那戒毒治疗也是假的；如果逃跑是假的，那刚才在雪山上的意识飞升也是假的。被枪击、被囚禁、被实验、被解脱，在这重重叠叠、真假难辨的噩梦循环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现实？看到这里，或许你和卡布一样，早已分不清到底哪一层才是现实，是那个被枪击爆头的街头，是卫生局冰冷的戒毒手术台，还是这条看似平静的郊外河流？在小池贵一打造的这个赛博极乐世界里，药品没有被禁止，反而成了人类逃避平庸、篡改情绪的终极合法工具。可当人人都能靠一针药剂买到救世主般的自信，买到24小时的温泉疗愈时，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就已经彻底崩塌了。所谓的神秘药物极端天堂，根本不是带你飞向神界的阶梯，而是一面将你内心深处的恐惧、贪婪与绝望无限放大，在疯狂重组的镜像。你以为你通过注射掌控了灵魂，登上了宇宙之巅，但对于现实世界而言，你不过是像一条可怜巴巴的狗一样，瘫软在酒吧冰冷的洗手间里，对着天花板的一盏破灯疯狂流泪。每一层以为终于醒来了清醒，都只是下一层更深噩梦的开始。当大脑的神经元为了寻找那虚无缥缈的天国之门而疯狂撕裂，走向自我毁灭时，到底什么才是真实？也许在这个被药物与霓虹吞噬的时代，极致的快感不过是通往虚无的特快列车，而所谓的天堂，自始至终都是吞噬心智的极端深渊。OK， 以上就是极端天堂的第一卷内容，很大篇幅都是意识流的，所以制作视频极其耗费脑力，所以也感谢各位的打赏，我将会马不停蹄地制作后面2期内容。